一声令下，30万东北军放下武器，将整个东北拱手让给了1万多日军。做出这个决定的，竟是一个沉迷于女色和毒品的花花公子。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同时围绕着他的争议也如同惊涛骇浪，从未平息。他就是张学良。1931年9月18日，那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夜晚，张学良正和他的原配妻子于凤至以及他最宠爱的情妇赵四小姐3个人一起在北平的协和戏院里悠闲地欣赏着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拿手好戏《宇宙风》。就在戏台上装疯卖傻的赵艳荣唱得荡气回肠之时，一封万分紧急的电报递到了他的手中。电报的内容如同晴天霹雳，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遭到了日本关东军的猛烈攻击。然而这位手握30万东北精锐大军的少帅，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却下达了一道让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命令。他对电话那头的下属说：听从命令，不准动，把枪都收缴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将成仁，为国牺牲。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正规军的数量连东北军的1/10都不到。就是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不准动，便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3000万无辜的父老乡亲，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在一些人的眼中，他是风度翩翩、潇洒倜傥的民国4公子之一，就连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女儿都曾是他的众多情人之一。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账、最无可救药的官二代，一个无可匹敌的败家子，没有之一。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发动西安事变，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国共第2次合作的民族英雄。可同样也有人痛骂他是造成中国先后落入日军和共产党之手的罪魁祸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这个名字始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页绕不过去的沉重篇章。他以一人一念之差，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数次改变了数亿中国人的命运。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这位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的少帅，他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们先来说说年轻时的张学良到底有多浪。他是当时公认的京城4少、民国4公子之一。这个名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无论哪种说法，有2个人是雷打不动一定在列的，那就是张学良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袁克文是典型的风流才子，文学造诣极高，精通书法绘画，一生诗酒风流。而张学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说句不客气的话，可能连袁克文的脚趾头都比不上。他之所以能和袁克文并列，绝不仅仅是因为他那滔天的权势，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真的会玩，而且玩的花样百出，浪得直冲云霄。一个男人要说会玩，那首先自然是离不开女人。张学良几乎是整个民国时期最有名也最高调的花花公子。他不仅有权有势、有钱有颜，而且他泡女孩子的手法也往往别出心裁，充满了戏剧性。曾经有一位名叫利奥纳多的美国人当过张学良一段时间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讲过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少帅突然命令他把飞机竖着飞，用一只机翼贴近地面，从他一位朋友所住的饭店窗前高速飞过。飞机当时距离饭店的正面只有不到10公尺的距离，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把饭店的窗户都震得哗哗作响。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玩命的飞行动作。张学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一位情人当时就坐在那扇窗户后面，这是他特意安排的一场只为博红颜一笑的惊心动魄的飞行表演。张学良晚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来吹嘘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他是这么写的：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1919年，张学良不过19岁，就被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安排着和当时梨树县商会会长的女儿于凤至成了婚。于凤至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规矩体面，婚后也为张学良生下了3子1女。然而这实质上不过是一场为了巩固家族势力的政治联姻。于凤至对张学良倒是爱得至死不渝，
但张学良对这段被包办的婚姻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婚后他依然我行我素，各路女人如过江之鲫一般从他的生命中来了又走。那么这位花花公子张学良一生到底有多少女人呢？晚年的他在接受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谈时，回忆起年轻时的风流故事，非常坦诚地说道：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正式的情妇最少有11个。这些情妇中不乏名门闺秀、演艺明星、小家碧玉，甚至还有花街柳巷的头牌魁首。其中最有名的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女儿艾达·墨索里尼。1931年初春，张学良在一次外交场合上意外地邂逅了当时正随丈夫在中国访问的艾达。和张学良有妻子一样，当时的艾达也是有丈夫的，而且她的丈夫齐亚诺还是当时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但这并没能阻挡2人之间燃起的熊熊爱火。张学良和艾达很快就打得火热，成了一对秘密情人。直到1932年，齐亚诺和艾达被墨索里尼召回罗马，这段充满了禁忌色彩的跨国恋情才最终告一段落。而张学良一生中最有名，也是陪伴他时间最久的情妇，当属大名鼎鼎的赵四小姐赵一荻。1928年，在天津的一场生日舞会上，27岁的张学良遇见了年仅16岁的赵一荻。赵一荻的出身极其显赫，他的父亲赵庆华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曾任交通次长，但赵一荻却是赵家的庶出之女，在6子4女中排行第4，所以人称赵四小姐。她天生丽质，聪明灵慧，让阅女无数的张学良一见倾心。张学良追女人的手段还是很高明的。几个月后，情窦初开的赵一荻就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只身一人从天津奔赴东北，毅然决然地投奔了张学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私奔。张学良虽然收留了她，却无法给她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一怒之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怒斥女儿不知廉耻，并宣布与她断绝父女关系。被逼到绝路的赵四小姐孤注一掷，她跪在了张学良的正式妻子于凤至的面前，苦苦哀求，表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并发誓自己终身都不要任何名分，只求能被允许留下来陪伴在张学良的身边。心善的于凤至最终还是心软了，默许了这段关系。从此，赵四小姐就以私人秘书的身份陪伴着张学良，住进了由于凤至亲自出资在帅府旁边修建的一栋小楼里。乱世之中，红颜易老，但情感却在岁月的磨砺中凝固了下来。多年以后，当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终身软禁，身陷杭富，志士翻覆之时，除了远在美国为他奔走的于凤至之外，张学良身边的女人中，也唯有赵一荻始终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后半生的幽静岁月，以至于张学良后来曾感慨说，赵四小姐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恩情。但要是以为张学良就是一个用情至深的情种，那就大错特错了。张学良的一生中，除了那些有名有姓的情妇之外，那些发生过一夜情、用后即扔的女人更是数不胜数。有些他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都记不住了，他自己都毫不避讳地说，在2个地方你一定能找到我，一个是妓馆，一个是赌场。所以在当时外界的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纨绔子弟。如果只是玩女人倒也罢了，但张学良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他开始吸食鸦片，是在1924年的第2次直奉战争期间。当时战局风云突变，军务的压力极其沉重，年轻的张学良就在混乱和焦虑之中染上了毒瘾。原本只是想借着鸦片的麻醉来排解忧愁，但不久便一发不可收拾。1928年，他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27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继承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他深知鸦片是自己最大的软肋，痛定思痛之后，他下定决心要戒除毒瘾。当时奉系的一位重臣杨宇霆向他推荐了一种来自日本的，据称是专治鸦片瘾的注射药物。张学良听从了建议，开始让他的私人医生每天为他注射。效果一开始确实很明显，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药物其实是一种含有微量海洛因的混合制剂。用药虽然能暂时缓解毒瘾，但却让张学良逐渐地转为了对吗啡成分的依赖。
而这个东西比鸦片还要可怕得多。到了后来，他的毒瘾之大，就连上海滩的青帮大亨老烟枪杜月笙见了都为之骇然。1933年，张学良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再不戒毒恐怕就要死了。他于是找到了上海的一位福音派宣教医生米勒。这位医生通过给他注射抗生素等现代医学手段，终于帮助张学良摆脱了困扰他差不多10年的毒瘾。此后，张学良再也没有复吸，算是完成了他人生中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拯救。当然，张学良之所以能让那么多的名媛闺秀为之倾心，能跻身民国4公子之列，可不只是因为他是个超级花花公子和大毒虫。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他会跳优雅的交际舞，会打时髦的高尔夫，会骑马，会射击，极具现代感。他的生活也极其讲究，他爱喝进口的咖啡，抽古巴的雪茄，听美国的爵士乐，是整个民国时代当之无愧的生活方式偶像。平日里他穿着考究西装革履，既有军人的威仪，又有绅士的风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不仅会开当时还很稀罕的汽车，甚至还会驾驶飞机。上世纪30年代初，摩托车刚刚传入中国，张学良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新潮的洋玩意儿。他自己也买了一辆，经常一个人从北京一路风驰电掣地骑到天津，再从天津骑回北京。他还突发奇想，想要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他买了一辆美国的瑞雪牌汽车，交给了他手下的辽宁排气炮厂，让技师们把车子完全拆解，研究图纸，仿制零件。几个月后，一辆名为民生号的汽车就真的问世了。虽然它的外形粗犷，性能也只是勉强及格，但它却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国产汽车。这样一个张学良，即便没有后来那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他本身也已经融合了传统军阀的权力背景与现代绅士的生活品味。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他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新贵形象，有权、有钱、有颜、有风度，极具传奇色彩。张学良看上去就是个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公子哥，但实际上他并非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反倒是跟着家人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1901年张学良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张作霖还远不是后来那个威震一方的东北王。他之前做过土匪，搞过团练。就在张学良出生的前1年，他刚刚拉起来的一支20-30人的队伍就吃了一场大败仗。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了好些年，他的母亲甚至只能睡在铺着稻草的土炕上。张学良10岁那年，时局动荡，他的母亲曾经悄悄地递给他一个装着30个银元的麻袋，语气郑重地叮嘱他说，如果有事儿你就赶紧跑，把这30块钱找个老人给了，跟他说你是张作霖的儿子，他们会带你去省城找你爸爸。张学良当时懵懂地问，那你呢？母亲顿了一下，轻轻地说，我就走了，你别管我。那一刻，年幼的张学良隐约感觉到那是母亲留给他的一条活路，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在万不得已之时赴死的准备。1916年，张作霖的势力终于做强做大，他坐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的位置，从此整个东北就成了他张家的地盘。而这个时候，张学良也开始作为接班人被父亲悉心的培养。张作霖把他送进了自家开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炮兵科。但他在这里最重要的成就，不是学会了如何打炮，而是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助手，也是他命运悲剧的根源之一——讲武堂的教官郭松龄。这位郭教官出身于正规的陆军大学，眼界开阔，学识广博。他和张学良一见如故，志趣相投。郭松龄不仅向他传授先进的战术思想，还亲自辅导他学习数学、物理，甚至是高等军事理论。1920年，张学良以炮兵科第1名的优异成绩从讲武堂毕业。当然，这个第1名的成绩恐怕水分大得不可思议，因为张学良在日后的独立指挥作战中，几乎从来就没有证明过自己的军事才能。一毕业，张作霖就顺水推舟，安排他去做了卫队旅的旅长。年仅19岁的张学良就被授予了陆军少将的军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少年将军。1922年，第1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队大败。
回到奉天后，张作霖憋着一口气要重整旗鼓，洗刷耻辱。而这个翻盘计划的核心人物，就是他最器重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此时被任命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的参谋长，全权负责奉军的整顿和改革。当然，张学良也就是挂个名字，他只需要继续快快活活地享受他的醇酒和美人。实际的操盘手是由他最信任的郭松龄来担任。在郭松龄的主持下，奉军进行了脱胎换骨的现代化改革。他认为，今后的战争不能光靠陆军拼刺刀，必须大力发展空军。于是，东北航空处在张学良的手中成立，奉军一口气从国外购入了120架新式战机，组建了4个空军大队，成为了当时全国所有军阀中第一个大规模装备空军的派系。郭松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奉军的战斗力焕然一新。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挂帅的奉军主力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北京城下，直系军阀节节败退。这场大战之后，奉系一战成名，不仅打赢了仗，更是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一举握在了手里。张作霖摇身一变，成了整个北洋军阀的总瓢把子，而奉系的军事实力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战后，张学良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他出任精余驻军司令，掌控着京津地区的要地。一时间，张学良成为了全国最瞩目的年轻将领。当然，奉军内部都清楚，张学良本人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驾驭女人还行，驾驭军队主要靠的还是他身后的郭松龄。当时，郭松龄已经被公认为关东第一猛将。然而，就在奉系如日中天的时候，1925年11月，张学良的挚友、老师、如兄如父的郭松龄突然倒戈，率领着7万奉军精锐反攻奉天。原因很简单，功高震主。张作霖手下的另一位头号重臣杨宇霆将郭松龄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敌，一直对他进行各种排挤和打压。最终，忍无可忍的郭松龄选择了兵变。张作霖仓皇应战，一度被打得节节败退，甚至准备放弃奉天南逃。眼看着就要大败亏输，情急之下，他做出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决定。他向日本人出卖了大量东北的权益，换来了日军的武力援助。虽然郭松龄的部队势如破竹，但当日本人的飞机出现在战场上空，对着他的部队进行狂轰滥炸之后，郭松龄的大军迅速瓦解，他本人也在混乱中被俘。张学良虽然苦苦哀求想救下郭松龄的性命，但张作霖还是下了死命令，将郭松龄和他的妻子双双枪决，并暴尸3日。张学良闻讯，当场痛哭失声，几乎昏厥。失去郭松龄，张学良就等于失去了自己在战场上最有力，也是唯一信得过的臂膀。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所做出的那些懦弱和错误的决策埋下了最深刻的伏笔。1928年的夏天，皇姑屯的一声巨响彻底地改写了张学良的命运。他的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27岁的张学良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之上接过了少帅的权杖。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会为了给父亲复仇而与日本人血战到底，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放下刀枪，与南方的南京国民政府握手言和。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沈阳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废除北洋政府沿用多年的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国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北易帜。张学良的这个举动意义非同小可，没有废一枪一弹，没有死一兵一卒，他就将东北广大的疆土并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版图。这不仅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结束，也让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张学良自己呢，他不但因此和蒋介石结拜为了异姓兄弟，成为了蒋介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也顺势从一个地方军阀变成了国家的副总司令。这一年他年仅27岁，风光无限。然而，就在东北易帜后不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张学良就干出了一件让整个东北军都为之心寒的事情。他设计枪杀了奉系军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高的2位元老重臣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宇霆是张作霖生前最倚重的心腹谋士，号称奉军的小诸葛。
他一直看不上张学良这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经常当众教训他，让他下不来台。心胸狭窄的张学良早已对他怀恨在心。1929年1月10日晚，他以义士的名义将杨雨婷和常英怀骗到了自己的帅府，然后以图谋不轨的莫须有罪名，直接将两人当场枪杀。张学良诛杀有功老臣的举动虽然干净利落，但毕竟玩的是阴谋诡计，拿出来的罪名也根本无法负重。从此以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惶惶，诸将离心，整个奉系集团内部的裂痕已经难以弥合。而杀掉杨雨婷，也让张学良身边再也没有了一个敢于直言进谏、规劝他的人，使得这个本来就无法无天的公子哥，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做出让天下人都为之侧目的荒唐举动。多年以后，著名学者胡适还曾经感慨万分地说：“杨雨婷不死，东北4省断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失掉。”当然，刚刚杀掉杨雨婷时的张学良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他决定要打一场大仗，来证明自己不是靠父亲荫庇的孬种。他挑中的对手是北方的巨熊苏联。1929年，张学良悍然决定要用武力强行收回当时由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他以为苏联红军不过是纸老虎，可他没想到的是，斯大林一声令下，苏联红军越过边境直接打了过来。火炮一响，张学良那看似强大的东北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一败涂地。而他原以为会出兵援助的蒋介石，最后连一个兵都没有派来。最终，张学良只好放下架子，主动向苏联求和。不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又交还给了苏联，甚至连中国的领土黑瞎子岛也被苏联趁机占据了。这次惨败对张学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从之前的目空一切，转而开始对列强产生了极度的畏惧心理。在他看来，既然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苏联红军面前都毫无还手之力，那么面对曾经在日俄战争中击败过俄国人的更加强大的日本关东军，那就更不可能打得过了。可以说，中东路事件的这次惨败，在无形之中塑造了他之后在面对9·18事变时那种懦弱和不抵抗的态度。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出兵山海关，支持蒋介石，帮助他打赢了这场内战。战后，张学良的政治地位也攀上了顶峰，他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本人。北方的军政大权尽归他手。在他30岁生日的时候，他既是东北王，又是国民政府的2号人物。面对欧美记者的采访，他意气风发。然而，他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1年之后，命运的铁锤就又一次狠狠地砸向了他。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然后反过来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9月8事变爆发了。当时中国在东北地区有超过20万的正规军，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兵力对比是20比1。在武器装备方面，仅仅是沈阳的兵工厂和军火库里就储存着可以装备几十万大军的飞机、大炮、步枪和弹药。更荒唐的是，当天晚上直接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区650人，而北大营里驻扎着的东北军精锐有12000人。正常人面对侵略，一般有3种选择：要么抵抗，要么撤退，要么投降。但张学良毕竟是风度翩翩的少帅，他与众不同，他选择了第4种，也是最耻辱的一种：不抵抗。什么叫不抵抗？就是既不还击，也不跑路，但同时也不投降，就傻愣愣地待在原地，看着日军，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用张学良后来的话来说，就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由于张学良下达了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数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被人数不到他们1/10的日军轻松地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等18座城市。第2天，长春沦陷。关于张学良所奉行的这个不抵抗主义，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宣传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但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恢复自由身后，他曾多次在接受采访时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对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个事情。这个事儿不是人家的事儿，是我自个儿的事儿，是我的责任。”
他在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采访时也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干，我认为他们只是在挑衅，所以我才下了不抵抗的命令。”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的判断是，日军这次只是小打小闹的军事挑衅，并不是要大规模的入侵。只要自己这边不抵抗、不刺激对方，就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和平解决。但日军的行动显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到了10月初，关东军就开始继续向辽西和黑龙江地区大举进攻。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东北军依然在继续执行着不抵抗的命令，一退再退。到1932年初，随着锦州和哈尔滨的陷落，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被日军兵不血刃地全部占领了。可以说，张学良是亲手将整个东北奉送给了日本人。显然，他不抵抗的原因绝对不只是因为最初的战略误判，更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怯战，是他从骨子里就认为自己打不过日本人，所以想要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军阀家庭出身的人来说，他从小就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有军队才有权力，才有荣华富贵。没了军队，他张学良就什么都不是了。在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打怕了的他，面对更加强大的日本关东军，立刻就暴露出了他保存实力、必战保帅的军阀本色。1933年，日军继续向热河省进攻，这一次张学良倒是没有直接跑。然而，在整个热河保卫战中，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而且汽车每开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一针毒品。有一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然把刚刚下达的军令公文随手揣在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然后给忘了。最终，日军仅仅用了128名先头骑兵，就几乎兵不血刃地攻占了热河的省会承德。消息传来，全国哗然，人人痛骂张跑跑。在汹涌的舆情之下，蒋介石也不得不出面劝说张学良暂避风头。1933年3月，张学良对外发表通电，宣布辞职下野。随后，他以考察欧美军事为名，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讽刺的是，当他到达意大利时，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竟然还亲自为他颁发了一枚皇冠大十字勋章。两人惺惺相惜，仿佛是在安慰这位来自东方的失意英雄。当然，张学良又何尝甘心就此沉沦呢？作为一度手握数十万大军威震北中国的少帅，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沦为权力场的边角料？在欧洲的日子里，他表面上是在考察，但更多的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绝地翻盘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朋友们，关于张学良的后半生，他又是如何发动西安事变，并最终被中共秘密发展为党员的，请继续观看我们的下一集视频。中共党员张学良的自白西安事变有哪些弥天大谎？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下半部分标题：中共党员张学良的自白西安事变有哪些弥天大谎？你绝对想不到，那个发动西安事变被誉为爱国将军的张学良，他的人生信条竟然是赌徒哲学。欢迎观看今天的梁老说天下。谁都有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可能输1次2次，但只要赌局不散，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这话是张学良亲口对他身边人说的，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这几乎概括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1935年，当毛泽东率领着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结束那场史诗级的逃亡，也就是所谓的长征，抵达陕北时，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然后想办法打通和苏联的联系，拿到援助。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想把这群心腹大患彻底关死在这个他精心挑选的囚笼里。这个囚笼就是陕北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而负责看守这个囚笼的典狱长，蒋介石选中的正是昔日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当时张学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与毛泽东的驻地直线距离不过300公里。一个是奉命剿匪的国军将领，一个是穷途末路的共匪头子。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位典狱长的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熊熊的野火。张学良和蒋介石曾经是结拜兄弟，蒋介石比他大14岁，张学良也时常把我代委员长如父挂在嘴边。然而，
这句温情脉脉的话背后，隐藏的是一颗躁动不安、极度渴望权力的野心。想当年，他可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一声令下，100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都要抖3抖。如今却沦落到在这西北的穷乡僻壤，替蒋介石看管一群他眼中的土匪，消耗着自己最后的家底东北军。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怎么可能甘心？于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想法，在他心中滋生蔓延，杀掉蒋介石，取而代之。这成了他当时最急切、最强烈的渴望。而要实现这个惊天计划，光靠他自己是不够的，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日本人。几年前才把他从东北老家赶了出来，让他受尽国人唾骂，被迫下野，远走欧洲。这条路绝对不通。他的目光于是瞄准了另一个同样强大，也同样对中国虎视眈眈的邻居——苏联。张少帅决定把他剩下的一切都压在这场豪赌上，他要把自己热乎乎的脸贴上苏联那冷冰冰的屁股。其实，张学良勾搭苏联的念头，早在他在欧洲游历考察的时候就已经萌生了。从1931年到1933年，因为奉行不抵抗政策，他连续丢掉了东北和热河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一时间，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传遍全国，他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灰溜溜地跑去了欧洲。名义上是考察军事，实际上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戒掉他那要命的毒瘾。除了毒瘾，张学良还有一个更深的心病。东北的面积是法国和德国加起来的总和，他曾经是那片黑土地上说一不二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大权旁落，军队不在自己手上，被迫下野。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戒毒倒是很顺利，但心病难医。在欧洲的日日夜夜，张学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才能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心，如何才能拿回自己失去的一切。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想取代蒋介石的人可不止张学良一个，大有人在。但所有野心家都清楚一个道理：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放眼望去，能做张学良外援的只有2个国家，一个苏联，一个日本。日本已经占据了他的老巢东北，野心昭然若揭。再跟日本人合作，那他张少帅就真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国贼了。所以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苏联。于是还在欧洲的时候，张学良就不断向苏联暗送秋波，强烈要求去苏联考察。然而斯大林是什么人？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位少帅的野心。苏联人直接拒绝了他入境。斯大林不喜欢张学良，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因为就在几年前，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帅曾经主动挑起了中东路事件，试图从苏联手里收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结果斯大林勃然大怒，直接派兵入侵东北，把东北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当时张学良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墨索里尼一家走得很近，这也让斯大林对他充满了警惕。所以在1935年，莫斯科还通过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公开点名张学良是卖国贼。1934年初，张学良结束了欧洲之行，回到了中国。他途经香港时，还特地上岸拜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希望能重新谋个一官半职。当然，最能帮助他东山再起的，还是他的结拜大哥、政治盟友蒋介石。虽然他丢了东北，但当年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他通电支持蒋介石，对老蒋是有大恩的。于是，蒋介石一到杭州，张学良就赶紧跑去连夜拜见。面对日益集权的中央，张学良表现得极其乖顺，表示愿意一切听命中央。这个表态对蒋介石来说非常受用。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地军阀依然桀骜不驯。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主人能如此识大体，蒋介石自然是龙颜大悦。于是，仅仅不到1个星期，张学良就被任命为豫鄂皖3省剿匪副司令，辅佐蒋介石担当起了围剿红军的重任，重新回到了中国政界的聚光灯下。他统帅的自然还是他自己的老本钱——东北军。这其实才是蒋介石重新启用他的根本原因，一招以军阀制共匪的阳谋。随着红军一路向西逃窜，最终落脚陕北，张学良也被蒋介石调往西北，负责西北剿匪。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挂名总司令，实际上由副司令张学良代行职权。但当时的西安局势极其复杂，
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有2股强大的势力，一位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他统帅的西北军第17路军，牢牢掌握着西安的军事控制权；另一位是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他精心布置的这个剿共天罗地网，从内部早就烂透了。那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表面上是国民党高官，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是为莫斯科服务的。而另一位大佬杨虎城，他的部队更是早就被中共渗透得跟筛子一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世纪90年代，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中共党员王炳南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杨虎城的首席幕僚，并最终成功策反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策划了西安事变的。你可能不知道，杨虎城的第3任妻子谢宝珍本人就是一名中共党员，一直在杨虎城的军队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经过中共党组织批准后才和杨虎城结婚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婚姻了，这是带有明确政治任务的结合。而杨虎城本人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中共中央甚至已经决定批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只是因为他很快回国，没来得及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而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共的倾向。到了1934年，杨虎城部队的警卫团里就已经有超过200名共产党员了。这哪里是国军，这简直就是中共的编外兵团。1936年，毛泽东派人带着亲笔信去见杨虎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议。此后，中共代表张文彬就以17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身份，长期驻扎在杨虎城的部队里。你想想，一支本该去剿灭中共的国军部队，内部却常驻着中共的代表，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是赤裸裸的战前通敌。到了当年6月，杨虎城甚至用自己部队军用合作社的名义，为中共开设了秘密联络站，并且利用军车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陕北的红军那里。可以说，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杨虎城的身边已经围绕着一个由王炳南、张文彬等人组成的中共智囊团，他们深得杨虎城的信任，参与所有机密决策。而蒋介石派来的张学良，就是要和这样一支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深度影响和控制的部队去并肩作战，剿灭中共红军。大家觉得这事儿可能成功吗？如果张学良真的铁了心要剿灭红军，那么来自友军杨虎城的背刺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个时候的张学良自己也已经有了2心。东北军被调入西北战区后，可以说是水土不服，怨声载道。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全中国最富庶的黑土地。西北呢，黄沙漫天，穷得叮当响。东北军的士兵们昔日在白山黑水间驰骋，如今却要在高原戈壁上面对红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兵源锐减，士气极其涣散。张学良心里更不痛快。想当年他还是东北王的时候，连蒋介石跟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商量着来。可现在呢，他成了蒋介石驱使的一枚棋子，拿着自己最后的军队本钱去跟中共消耗，这种憋屈他受不了。不过就在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原本对他爱答不理的苏联，现在突然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原因很简单，中国红军之所以拼了命也要跑到陕北，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这里离苏联控制的新疆和外蒙古都很近，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可以通过这2个地方输送过来。而现在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正好驻扎在这条生命线的关键位置上，他不再是那个在欧洲四处游荡无所事事的下野军阀了，他成了蒋介石委任的看守中共的典狱长，他变得值钱了。在苏联看来，如果能拉拢张学良，不仅能让中共的日子好过一点，更关键的是可以帮助中共彻底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于是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1935年，毛泽东才到陕北几个星期，苏联的外交官就开始和张学良进行秘密的接触和来往了。那个时候，张学良频繁地从西安飞往上海，
南京。表面上以他花花公子的名声，大家都以为他是去会见自己的情人，但实际上他是去秘密会见苏联人。很多年后，已经92岁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亲口承认了这件事。他说：“我这个人说起来你会笑，我在上海有个女朋友，那个时候戴笠拼命侦查我，他们都以为我找女朋友玩去了。实际上我是去到上海谈判去了。他的谈判对象是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根据鲍格莫洛夫后来发回莫斯科的报告，张学良向苏联人明确表示，他决心要跟中共建立反蒋同盟，并且要与日本决一死战。他希望莫斯科能够支持他。你要知道，如果只是谈抗日，这还算正常，但反蒋同盟就是要让蒋介石下台，与日本决战，这是只有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才能做出的决定。这些话赤裸裸地表明，张学良已经动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念头。这是一个野心家的惊天布局。虽然张学良在9·18事变中表现得畏惧日本如虎，30多万大军面对不到1/10的日军，一枪不放就跑了，但他现在跟苏联人说他想跟日本决战，这番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斯大林一直把日本视为苏联在远东最大的心腹大患，但他对蒋介石迟迟不肯发动对日全面战争非常不满意。而现在张学良主动表态，蒋介石不肯干的事儿，我张学良来干。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蒋介石不是不想打日本。作为一个标准的民族主义者，他怎么可能容忍日本霸占中国的国土？只是蒋介石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国力还很弱，硬碰硬肯定打不过日本，所以要以空间换时间。一方面通过剿共不断收编各路军阀，整合国内力量；另一方面把大后方西南地区建设成对日作战的基地，同时尽量与日本周旋，推迟决战的爆发时间。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写得清清楚楚。多年以后，张学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误会了蒋介石，但斯大林可不管这些。他跟蒋介石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希望中日立刻打起来，把日本牢牢地拖在中国的泥潭里，所以张学良的提议算是投其所好。但是斯大林极度不信任这位不抵抗将军，尤其不相信这位张跑跑有能力统帅全中国来打一场对日大战。他担心一旦中国陷入内战，只会被日本加速征服，那对苏联来说就更危险了。所以莫斯科没有直接拒绝张学良，而是给了他一个正在慎重考虑的假象，目的就是利用他来帮助中共。苏联外交官告诉张学良，让他直接跟中共建立联系，这让张学良误以为这是因为苏联大使身份敏感，不方便直接跟他谈这种大事。于是在1936年1月，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第一次秘密会谈悄然开启了。对毛泽东来说，张学良简直是上天赐予的良机。这个张跑跑虽然打仗不行，但他手握几十万东北军，身份也足够合法。最关键的是，他现在对蒋介石极度不满，又愿意听苏联的话。如果能把他拉拢过来，成立一个新政府、新军队，不但能把蒋介石拉下马，还能让中共立刻从一个被围剿的边缘势力，一跃成为国家的核心力量。毛泽东甚至设想，将来由张学良在台前当总司令，而他自己则可以在幕后遥控指挥，操盘全局。于是毛泽东下了一道明确指令，让中共的谈判代表李克农向张学良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诱饵：中共愿意在反蒋的基础上和东北军联合，成立一个名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新机构。这个机构以东北军为主，杨虎城的西北军和红军为辅，三位一体，成立一个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而且毛泽东还特别授意李克农，要暗示少帅，这个新政府的头把交椅和联军总司令的位子，完全可以由你张汉卿来担任。为了让张学良下定决心，毛泽东又让李克农放出了更大的定心丸：军饷和弹药问题，我们也有办法解决。中共自己当时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钱和武器？这种暗示，张学良自然明白。我们其实指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靠山苏联。毛泽东这一套顺水推舟、画饼诱敌的手法打得实在是精巧又大胆。当中共向张学良抛出这个巨大的橄榄枝后，他并没有立刻答应。他毕竟是军阀出身，也在国际上混过世面，知道这件事牵涉极深，不可能仅凭中共几句口头承诺就轻易押上自己的全部筹码。
中共这个时候势力太弱，说到底，真正能拍板的还是藏在幕后的苏联。于是，一方面，张学良为了表达诚意，给明面上的敌人中共送去了2万银元和12万法币作为红军的军费；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要求：这件事儿我得跟莫斯科直接谈。很快，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那扇神秘大门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条门缝。有一天，宋庆龄与中共特科的联络员董建武悄悄从上海来到西安，带来了一个看上去跟政治毫无关系的请求，请张将军帮忙护送毛泽东的2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前往苏联。张学良一听，心中了然，这哪里是送孩子，这分明就是对话的借口。中共不敢明说，苏联也不想直接出面，他立刻心领神会，当即答应，行，我派人护送。当时，毛泽东的这2个儿子正寄宿在董建武家里，生活极其清苦，充满不安。他们最小的弟弟毛岸龙早就病死了，剩下的这2兄弟像幽灵一样活在上海的弄堂里，连学校都不能去，常常偷偷溜到街头，在人行道上过夜，翻垃圾桶找东西吃。多年以后，毛岸英看到电影《三毛流浪记》，泪流满面地告诉妻子：“我小时候就和三毛一样。”而毛泽东本人对这2个儿子多年来几乎是不闻不问。这个时候，莫斯科决定接手，安排他们去专门收容各国共产党高干子女的学校读书。说得好听是为了照顾他们，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影响和控制毛泽东。但张学良却把这次行动当成了一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绝佳机会。他派出自己的心腹大将李杜，名义上是护送孩子，实际上是想让自己的代表趁这个机会直接进入莫斯科，与苏联高层面对面的谈合作大事。整个行动极其周密，从上海到西安，再转到南阳，乘船前往法国马赛，一路上的所有费用，张学良全包了，为苏联省了一大笔钱。可他万万没想到，那扇看似为他打开的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真正走进去。苏联表面上答应在巴黎为李杜发放签证，实际上却一直拖着不批准。张学良的手下最终也没能进入苏联。少帅的一片好意，一场周密的安排，最终成了一厢情愿的热情。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南方也起了波澜。广东、广西2省的军阀联手，以抗日救国为名，发动了两广事变，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号，试图撼动蒋介石的统治。消息一出，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机会，立刻又跑去劝张学良，让他趁势而起，干脆也效仿两广，脱离南京政权，在西北另立山头。说白了，毛泽东的算盘就是想借张学良的兵来分裂中国。他甚至在中共党内坦言，苏联和外蒙古签订的条约就是在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者，你们也可以效仿外蒙古那样独立建国，我们会支持你们的。如果张学良当时点头了，那么大西北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另一个外蒙古。然而张学良对此毫无兴趣。大西北贫穷落后，而他以前执掌的东北是整个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他不满足于只是在西北分裂出去当个土皇帝，他想要的是整个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苏联也对毛泽东这个疯狂的设想并不感冒。就在这个月中，中共与莫斯科之间中断了将近2年的无线电联络终于恢复了。毛泽东第一时间就向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一封电报，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希望苏联能支持西北独立，并且要求苏联每月拨款300万美元来支持中共的革命。这封电报很快就摆在了斯大林的案头，但斯大林看完之后却非常不高兴。毛泽东想借苏联的枪和钱在中国搞分裂、搞割据，而斯大林此时此刻最害怕的恰恰就是中国4分5裂，因为他真正担心的是远东的日本。一个完整的能够全面抗日的中国中央政府才是最能拖住日本，从而缓解苏联东线压力的战略屏障。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去没多久，两广的倒蒋行动就失败了，全国舆论哗然，对这种分裂国家的行径给予了强烈的反对。此刻的斯大林更加明白，在当下的中国，能够号召全国进行统一抗日的只有蒋介石，其他人包括张学良都不行。于是1936年8月15日，莫斯科发出了一封意义极其重大的电报，彻底扭转了中共此前的战略。电报明确指出，把蒋介石同日本人等同对待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与蒋军的敌对行为，准备联合抗日，一切以抗日为核心。换句话说，苏联对中共明确下令，不许再反蒋了。中共必须支持蒋介石，承认他是中国对日战争的唯一领袖。毛泽东的西北建国梦至此烟消云散，革命的剧本被斯大林亲手重写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却在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他和杨虎城也走到了一起，开始以联共抗日的名义偷偷地发展中共的势力。1936年6月，他们在西安南郊建立了一个王曲军官训练团，正副团长名义上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但实际的权力却完全掌握在中共党员刘兰波、应德田等人的手里。这个训练团名为训练国军军官，实际上成了中共思想的传习所。学员们甚至在西安事变前几天就公然放出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西安，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张学良还搞了一个叫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实际负责人也全都是中共党员。这个组织甚至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的秘密活动，包括所有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整个东北军的人事大权。而最惊人的是，张学良本人在1936年6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7月2日，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根据前苏联后来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显示，共产国际在8月15日回电说，让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份文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共同意了张学良入党，但共产国际表示反对。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严明富披露，叶剑英元帅生前曾经亲口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当时负责整理东北军党史的宋黎将叶剑英的谈话做了记录，并且锁在保险箱里，还特别交代张学良还健在，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无独有偶。张学良的老部下后来担任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吕正操也多次对人说，周恩来生前曾不止一次告诉他，张汉公张学良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共产国际会反对呢？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始终视张学良为不可信任的军阀和汉奸。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张学良希望入党，中共中央也批准吸收他为一名只有极少数高层知道的特别党员。但这件事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决。当然，张学良入党的动机显然并不单纯，他真实的目的是想以此获得苏联的全力支持，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中共言听计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利益交换。就在中共与国民政府开始秘密接触，张学良还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时候，毛泽东为了稳住他，甚至派出叶剑英常驻西安安抚少帅，暗示他中共与蒋介石接触只是策略，扶张反蒋的总方向并未改变。显然，中共当时是在两面下注。被忽悠得团团转的张学良，甚至在9月份跟中共正式签订了所谓的抗日救国协定，正式结束了敌对状态，并且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物资，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但此时的红军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为了接收苏联援助的军火，红军试图打通靠近外蒙古的通道，结果遭到了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迎头痛击，惨败而归。几万大军被困在黄土高原上，缺衣少食，没钱没弹药，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毛泽东急疯了，他连忙向苏联打电报要钱。共产国际紧急寄来了55万美金，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当时的延安条件极其艰苦，连毛泽东自己都只能住在一间阴冷潮湿、往下滴水、老鼠蝎子遍地的窑洞里。就在中共进退维谷、举步维艰之时，张学良却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可能颠覆乾坤、让他取代蒋介石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蒋介石为了督战，频繁地往返于西安，这实际上是进入了张学良的地盘，身边全是他的人马。如果趁这个机会将老蒋控制起来，就等于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共，那斯大林就很可能会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他身上。根据张学良后来的说法，这个计划最初是来自杨虎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杨虎城跟他说，
我那些小家伙们倒有一个计策，等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让他离开，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说，杨虎城一开口就提那些小家伙们，证明他背后已经有中共在鼓动了。不过张学良自己也彻底动心了，这场赌局赌注极大，但张学良天生就是个赌徒。于是张学良屡次告诉叶剑英，他准备发动coup d'état，法语 coup de fétat， 政变的音译，事关重大。叶剑英专程赶回保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这个计划。但毛泽东向莫斯科隐瞒了这件事，他知道斯大林肯定不会同意。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与捉蒋行动保持距离，一边怂恿张学良动手，一边又故意拖着不让叶剑英回西安，制造自己不知情的假象。他给张学良制造了一个错觉，中共红军只会跟你合作，莫斯科迟早会支持你。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督战，他住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整个防区都在张学良的掌控之下。12月11日晚，蒋介石宣布将调中央军来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这等于说张学良和杨虎城要被架空了。如果中央军一来，红军就彻底完蛋了。于是捉蒋计划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决定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变。12日凌晨6点，枪声在华清池骤然响起，蒋介石的卫队拼死抵抗，现场血战，死伤惨重。混乱中，蒋介石穿着睡衣翻墙逃向后山，最后在一个长满荆棘的山洞里被抓住，鞋子丢了，背也受了伤，能活着被俘已经算是极大的侥幸了。兵变成功后，张学良随即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在行动开始前，他给毛泽东发了封电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这句话再明白不过的说明，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当成反革命置于死地，然后在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支持下，自己坐上中国第一把交椅。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兵谏，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捉蒋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共总部一片欢腾，毛泽东大声狂笑。笑完之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件事儿，除掉蒋介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他拐弯抹角地请求莫斯科准许他杀掉蒋介石，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在共产党的话术里，交人民审判就等于判死刑。背着莫斯科，他则立刻给张学良发电报，说对蒋介石应紧，尽是诛之为上。同时，他派周恩来紧急赶往西安，目的就是说服张学良立刻杀掉蒋介石。然而，张学良需要的不是中共的私下传话，而是莫斯科的公开支持。而莫斯科的反应直接让他如坠冰窖。12月14日，苏联的2大官方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就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张学良，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且毫不含糊地公开支持蒋介石。仅仅在劫持蒋介石2天之后，张学良就彻底明白了莫斯科欺骗了他，中共不守信用，他赌输了，他彻底完了。这一击对张学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手足无措，一怒之下拒绝派飞机去接周恩来。毛泽东没办法，只能让周恩来自己坐车去。周恩来到达延安时，天寒地冻，连城门都进不去，只好在城外过了一夜。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打定了主意，蒋介石绝对不能杀，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放掉蒋介石，并且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留在西安，他要么成为中共的傀儡，要么死在那些痛恨他的人手上。于是张学良派飞机接来了周恩来。他表面上对周恩来非常热络，当周恩来劝他杀蒋时，他也假装同意，实际上只是为了稳住中共，免得他们狗急跳墙。而毛泽东为了挑起南京和西安的内战，断了张学良的后路，竭力劝他反击，打到南京去。就在毛泽东积极运作杀蒋之际，斯大林决心要救蒋介石。12月16日，斯大林亲自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打电话，严厉斥责了支持杀蒋的中共代表王明。随后，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拍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命令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收到这封电报后，据说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跺着脚大骂，但他的应对办法是装作没收到。
他对政治局的同僚们，甚至对周恩来都隐瞒了这封电报。他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希望除掉蒋介石，但最终的决定权在张学良手上。他已经决定不能杀蒋。12月14日，莫斯科谴责他的消息公开后，他就马上去见了蒋介石，站在那里对着老蒋默默流泪，上演了一出忏悔的戏码。随后，蒋介石的七兄宋子文、妻子宋美龄先后抵达西安。最终，莫斯科抛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无法拒绝的诱饵，同意释放他被扣留在苏联长达11年之久的儿子蒋经国。正是得到了这个承诺，蒋介石才最终同意了中共的条件，并在圣诞节那天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国共停战的初步协议达成，持续了近10年的内战就此结束。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夫妇离开西安，张学良自愿同行去做阶下囚。这表面上是讲义气，实际上是自救。留在西安，他只会被中共慢慢吞噬。回到南京后，张学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后被蒋介石特赦，但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变相保护。相比之下，杨虎城多年之后就死于非命。张学良虽然被软禁，但依然享受着富贵的生活，并且最终活到了100岁，寿终正寝。在他90岁生日时，张学良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也多次表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这句话他说对了。拜西安事变所赐，原本已经穷途末路的中共红军得以满血复活，并最终发展壮大，窃取了整个中国。日本历史学家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胡适先生也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9·18事变后，张学良因畏惧日本不战而放弃东北，是为千古罪人。而在西安事变中，他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兵变，使得国民政府8年剿匪功亏一篑，让中共死里逃生，最终将中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得中华民族遭受了亘古未有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又做了一次千古罪人。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要说对中华民族伤害最大的人，张学良绝对是其中之一。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信，这样一个品德败坏、愚蠢短视的人，却偏偏在命运的捉弄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在2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做出了2次毁灭性的错误选择，其罪孽罄竹难书。